选择筹码强势股，操盘手非你莫属。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宗兴。昨天的美国股市呢，道琼一度上涨超过300点了，收盘变成小跌。虽然道琼早盘昨天晚上它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拉回哈。那可是科技股呢，昨天的包括纳斯达克、包括费城半导体跌幅都还蛮深的哈。短线上，因为科技股的回档，尤其费城半导体从高点拉回超过10%。一般来说，就国际股市的惯例哈，从高档回来10%就叫进入修正；如果从高档回来20%呢，就进入转折，也就是说可能转成空头走势。那现在费城半导体呢进入了修正期哈，那当然。费城半导体的重挫，包括台积电的 ADR、联电的 ADR 也连袂的下跌。那今天引发了台北股市早盘就开低了嘛？除了因为美股回档的关系，加上这个台湾的疫情啊，好像开始变得严峻。今天盘中你也看到了，所谓的防疫概念股在涨，当时还不晓得怎么回事啊。那后来我们的行政院长有提到了，那目前会不会再扩大防疫的规模，或者是防疫的底线，在也许吧，下午2点啊，我们的部长陈时中，那他会不会在下午的疫情会议啊，疫情的记者会跟大家做说明？那因为有一些不明确诊原因呢，不晓得是接触了谁，那这些会不会造成台湾的社区感染？所以感觉上。今天台北股市的恐慌，除了国际股市的回档之外，再加上疫情，感觉上可能疫情要失控。那事实上有没有呢？我个人觉得还好吧，只是今天有那种尾盘有多杀多的感觉，就是不管3721啦，欲脱离股市而后快，我还走啊，吓死了啊！万一跟去年3月份一样怎么办啊？所以今天的尾盘。大概有这样子的气氛，那我个人看法呢，其实防疫股的上涨，我记得之前有提过，不管是飞机师的确诊，当时我说口罩股涨什么？你家现在缺口罩吗？像我家不缺啊，我家现在好几百个口罩啊，所以现在口罩或防疫概念股涨，我觉得实在是意义不大，应该是投资朋友信心的问题。那这信心需要怎么样来重建？我跟各位分享啊，台湾即使出现了可能社区感染，你想想看，我们邻近的日本、韩国啦，日本一天确诊1000人那日本股市有暴跌吗？南韩股市有重挫吗？美国的疫情比台湾严峻不知道多少倍啊，对不对？那美国道琼这几天都还在创历史新高了，所以即使我个人看法台湾的疫情可能稍微比各位预期的严重一些，但是这些影响企业的获利会受到太大的冲击吗？其实我个人看法，因为股市是金钱堆砌出来信心的指标，如果大家没信心，股价就回来了；如果大家有信心，股价要上去了。所以操作上，我个人看法，我还是偏重大数据。当然，今天要给各位讲不好的消息。大数据破50的，老师啊，你看啊，破50被安诺啊，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好好分享，破50各位要怎么办呢？好，来各位看一下，今天收盘跌了652点哦，金价我告喊，盘中跌了770点，是收脚了哈，跌了652点，启动只剩下2档，平仓30档，这还好，多头少了28档，这个比较严重。空头竟然增加了159档，几乎都是电子股。老师这怎么办啊？空头增加，而且是大增，多头减少。那大数据呢？大数据分数就变成这样子了。大数据分数掉下来，老师剩下多少？剩下33.6。老师不是破50了对。那如何面对破50的行情呢？我这样跟各位说第一个。你手上的持股呢？讲过 N 遍了嘛？股价在季线之下，10日均线也在季线之下，股价又在10日均线之下的，这叫做中线空头走势的股票。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的话，
按理说这些股票你应该已经避开了。那如果是它今天才破的呢？今天才破了，表示它之前还算是强势，那就等待大概观察个3天吧。今天是礼拜2，你就观察到这个礼拜的周末，礼拜5，看看这些股票能不能反弹上来。今天是不是因为多杀多的恐慌乱砍的？我个人看法还蛮有这样的可能的，所以有些股票可能明天就弹上去了。所以明天、后天、未来这3天大数据能不能再站回来50？我跟各位分享，真的非常关键啊！所以未来这几天，礼拜3、礼拜4、礼拜5，你一定要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看清楚大数据。因为今天盘中跌了超过700点，770几点，收盘也跌了650点，其实跟去年的1月30号，不遑多让。去年的1月30号这一天，一根长黑跌破季线啊，跌破季线。那当天的大数据从本来85.9直接杀到14.1了啊，直接杀到14.1，那是当时大盘当天跌了696点啊，跳空下来，然后长黑贯破，结果弹起来啊，这一天是收在11400多点。反弹了400点哦，又站回季线哦，又站回季线，它大数据才19.1，有没有看到？并不是瞬间站到季线，老师按理说不是应该回到50之上了吗？没有，大数据还在19.1啊，继续往下掉，又弹起来，来到11500，大数据才20几，24.5，所以不管指数反弹了300点、500点，大数据始终在连30都不到。不要说50了，好，这就是去年台北股市崩盘之前当时的大数据，有没有？这2次，这2个高点，就是这2个高点啊。结果到3月18号剩下9218点，最低点去年的这里了，这一天，3月19号。跳空贯破10年线8523，从这里跌3000点的，有没有？11500跌到8500啊，跌了3000点，这其实大概半个多月而已，从3月初到3月19号，因为当时疫情全球刚爆发，那现在疫情正在开始慢慢的缓解，那台湾这个地区呢，当然我们享受了好长一段平行宇宙的生活了哈，但其他国家哇。这里也封，那里也封。台湾，我们还一样的工作，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娱乐，一样的上学哈。那会不会改变这次的疫情？会不会让原来我们的生活形态做一些改变？我个人看法，各位先不要那么紧张。但是呢，今天好股、坏股、强股、弱股，反正尾盘全部乱杀了啊！电子股一样啦。老师，你不说电子股第2只脚嘛？第二只脚没来，还好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说吗？传产股有高不要追，今天传产早盘还好强哦，对不对？钢铁的航运继续很强，有的还冲了快涨停呢，收盘哇急杀，还好各位你早盘没有追这些传产股吧？啊，我记得昨天也提到，那电子会不会否极泰来呢？老师今天否极了吧？泰来了没有？否极就是最差的状况好像出现了，噼里啪啦一堆股票的杀，而且很多股票收跌停，有的股票。4月营收创历史新高，也跌停有没有离谱？还真蛮离谱的。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在明天改变？所以未来除了准时收看筹码大师的大数据之外，再来就是你要关注的是电子类股的成交比重有没有开始回升啊？今天没有，今天盘中也剩下不到35%，也是蛮扯的哈。电子类股成交比重不到35%，那说电子没救啊，没救了。那其实也不是这天才没救的啊。其实，在18天前，18个交易日之前，在4月15号，电子类股第一天跌破60%，就跟各位说，它可能是个趋势啊。那现在呢？现在已经剩下30几%，电子股成60-70%的成交比重，现在腰斩，剩下34-35%。那这个地方会不会杀过头了？这是未来我们一定要几乎每天要关注的，包括我的盘中，甚至包括我晚上的大事业化。都会跟各位分享目前资金的流向，因为我在大事业化资金转到传产的第1天、第3天，我都有在大事业化跟大家分享。哎呦，钱跑掉了，
那电子类股呢抽一些资金出来，把资金放在非电子，包括传产，包括金融。那从昨天我跟各位说，传产你先不要追高哈，低阶可以啦，强指股低阶，像今天尾盘不是急杀吗？很多航运股、钢铁股急杀，尾盘又瞬间急拉，急跌可以去买，涨你就尽量不要追，因为你追下去，今天盘中可能赔10%超过，很痛的。操作上，强势股你可以拉回进场。那至于电子股呢？老师，电子股有的第一只脚出现了，有的现在连第一只脚还没出现。那第一只脚出现了，我们等它第二只脚。那还没出现，还没确定是第一只脚呢，那就比较弱势一点，我们等待。操作上跟着资金的流向，跟着资金的脚步。所以我刚刚说，资金什么时候会慢慢再回到电子股上面？那电子股什么时候会打出第二只脚？那未来的反弹到底只是反弹50，这个所谓的大数据50，会不会这3天就站回去？这个我也不能评断，我要看，因为我是最实际的嘛。它出现几分，我只能跟你讲几分了，我不能跟你说，现在明明破50，跟各位说没破50，对不对？那破50，你自己的持股比重要不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这就是我每天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叮咛的哈。持股比重不能太高，然后传统股不要追。电子股我们来看看，电子股现在第一只脚、第二只脚到底是几只脚啊？随时注意筹码大师，随时关注筹码大师的节目，还有每天晚上的大事业化哈。所以很简单哦，要成为好朋友的话，来左边是 YouTube 的 QR code， 中间是 Telegram 的 QR code， 右边是 Line@ 的 QR code 哈，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最新的市场资讯，让各位战无不胜。那当然，这2天我不是说中视的同仁，有人已经把长荣海运呢获利出场，当然我也很开心，因为我们在40块、43块左右，在节目里面分享长荣海运，而且我们也在这一天3月23号带着会员去买，因为当天卡船指数急跌啊，所以我们买进去之后呢，24号也跟各位分享，你可以进场。25号我说你进场的价位比我们还便宜。结果今天呢，长荣看到3位数，从40几块到今天变多少？几百块，变成100块，最高100块啊！我们从43.9块到今天的100块，获利多少趴？获利128%。我们没有卖到最高点，我也没卖到100块，100块我没卖啊，我没有办法卖到最高点，所以我的逻辑就是我们续报啊，因为它没有平仓讯号，所以它到底100是高点？还是未来有110，还是100见高点之后掉下来，未来跌破10日均线或者跌破楼梯线，我要卖出。老师，你跌破10日均线或者是跌破楼梯线卖出，你怎么会卖到100块？当然卖不到啊，搞不好卖到90，卖到88都有可能。但是卖了88，我们也获利1倍啊，对不对？所以操作上不是很简单吗？没有平仓讯号之前就续报，因为高点真的不要预设立场。如果你预设立场的话，我相信各位的长荣海运早就卖了啦，对不对？我说的没错，早就卖了吧？你还在吗？那例如说航运股，长荣海运、阳明急杀再进场吧，因为今天我这个及时的资料哈稍微晚一点进来，所以其实例如说阳明啦，盘中有急杀啦，长荣海运也有急杀啦啊，有急杀下来又拉上去，现在各位是看不到哈。那我没有卖到今天的高点，没法搞。今天最高100，也没有说老师我可以做个短，在这里带我买进去，这里出嘛。那是事后看呐，事后看说，老师我可以买到92的，出100的，嘎搞嘞，啊，这么厉害吗？所以我带会员操作就是按照纪律，然后做波段，我没有办法带会员做当冲啦，也没有办法做隔日冲做短线啦。不要跟我说，老师，那我是不是可以这里？你看今天这里买进去，这里卖掉，赚了快10%了，啊，是啊，91.6块。那你为什么不说100空掉下来，还赚10%超过？这里100空最后还掉下来，做空不赚10%超过了吗？不要每次看到事后来说故事。哎呀，买到低点，出在高点，然后空在高点，补到低点，那个是事后说故事。盘中你在当时做决策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很煎熬的。所以今天有一个会员来加入我们的团队，他算是我的粉丝吧。他说老师，我关注你的节目好一段时间了。那
合约签完之后，揪我一起照个相哈，那我也很开心了。那我说你现在进来是好机会啊，因为避开了1000多点的跌幅，不是吗？啊，重点他有问到老师，那电子类股的第二只脚出来了没有？有的第二只脚出来了，有的连第一只脚都还没出来，所以电子类股也有分强弱啦。那个先跌的可能先反弹，最近开始跌的呢，还需要一些时间整理。所以什么叫先跌的先反弹呢？就像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说的，先跌的再破底的，当它出现所谓低档背离的时候，最弱的族群，我昨天不是说吗？这个礼拜参赛，在经济日报参赛。因为上个礼拜还不错，运气还不错，拿到周冠军。那这个礼拜的绩效其实也不错，因为哇，这个礼拜，因为我们是用礼拜5的收盘来算的嘛，礼拜1、礼拜2这2天，很多股票不是跌爆掉了吗？这个礼拜要拿到正报酬，到现在还很难哦。那我从上礼拜5的收盘到今天，我们的持股还正3.18%，投资组合啦。这个投资组合还正3%，其他的参赛的好朋友们都是负的哈。那为什么我会选到这样的股票？就是电子股我也选，传产股我也选，我还选了生技股啊，就是各类股比较平均一点。那再有电子股怎么选？电子股选最弱的啊。当时我说最弱的，就像当时在这里跟各位分享的阳明一样，技术指标低档背离，对不对？阳明。KD 指标打出一个 W 底来，有没有？看 K 线看得出底部吗？看不出来嘛。看 KD 指标看得懂了吧？是不是个 W 底？是不是上来？它从18块多，阳明当时那个时候最低点是在2月1号吧？这一天跟各位分享，阳明的最低点18块7毛5，已经涨了100多%了啊，已经涨了100多%。所以用这个模式，先跌的最弱的电子股可能会先反弹的逻辑，所以这个礼拜我选参赛的哪一档？金利科，它是低档背离，这礼拜5的收盘嘛，对不对？低档背离啊，礼拜5进场啊，对不对？昨天嘛，快要过了，今天它 KD 指标都过了，你看为什么选金利科？你知道吗？金利科从615跌到162，请问三大法人库存减还是增？它三大法人库存在最高反而一路跌是一路买的有没有看到？股价跌了超过70%，从615跌到162，法人库存竟然还在最高啦。这个股票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买？一路杀嘛。今天金利科很强今天大盘跌了600-700点，金利科还收盘上。世芯科也很厉害啊，世芯 KY 是不是？是不是也是低档背离？弱势电子股要怎么选？是礼拜5的收盘呢，对不对？昨天大涨嘛，昨天涨了8%嘛，昨天涨8%，昨天呢，是不是？是不是低档背离？昨天涨8%，今天继续涨今天继续涨这2档电子股还真，我们的金钻会说，老师你还真会选哦，大盘跌得这么惨，3661啊，世芯 KY 啊，3228，金利科都还收了盘上所以弱势电子股要怎么选？电子股有没有可能打出第二只脚？其实包括世芯 KY， 包括金利科，都是有第二只脚的形态出现那这个形态出现是所谓的低档背离的形态。那很简单，如果各位你没有办法准时在2点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紧干单就订阅筹码大师的官方频道，最新的市场资讯让各位战不胜这是我们 YouTube 的节目，记得按赞、订阅、点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们先进广告，下阶段回来。师母，你嫌我不孝，让孙儿去陪你吗？小皇子生病的消息是严境外传的，他是怎么知道的？丝丝体茶润喉糖，护城碧。他爬楼梯很轻松，好羡慕。唉，连走路都不舒服。你这么灵活，都是吃葡萄糖胺吗？不是，医生教我吃保洁。
白兰氏保洁胶原定，它含有专利成分 UC2， 舒缓不适，行动灵活，效果比葡萄糖胺更好。而且它是3效复方，润滑、修复、稳固。我自己也有在吃。我每天只要吃这1小颗，多靠保洁胶原定，让我退休之后尽情享受生活，多彩多姿。听邻居说他吃了很有效，我想要买，怎么定呢？阿姨，白兰氏保洁胶原定有高达90%的试用满意度，电话订就可以了，我帮你宅配过去哦。有保洁，想去哪就去哪，现在订购免费增量33%，快拨打0800864566。永诚国际投顾，秉持诚信、专业、客户至上，领先掌握市场先机，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一流的研究团队，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永诚国际投顾拥有完善制度，顶尖硬软体设备，稳固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我们是您投资的不二选择。永诚国际投顾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一通电话财富翻倍，一通电话希望无限。永诚国际投顾入会专线02-2563-9777，02-2563-9777。大家好，我是医师，我与病人一起面对疾病，捐血这样无私助人的行动，正为他们写下一页页新的人生篇章。我是江文俊，希望你成为下一个捐血人。他这会儿早被那个小妖女给勾走了。你别左一句小妖女，右一句小妖女，季哥哥都已经认错了，你还想干嘛呀？蓉儿，别说了。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射雕英雄传》重现江湖，掌握市场先机，重视给您独到的投资建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筹码大师李忠兴，股市看中市，带您掌握市场趋势。欢迎再回到筹码大师。上个阶段跟各位分享，哇，今天的盘势又是爆出历史天量，已经超过7000亿的历史巨量啊！爆巨量黑 K， 而且是长黑 K， 很多的电子类股收跌停，很多的传产类股杀尾盘。那老师今天怎么看？我跟看法一样啊。上阶段跟各位分享了，因为美股的回档，因为好像疫情有扩散的疑虑，所以今天大家是欲脱离股市而后快，尤其到尾盘因为季线跌破了。我们看上面的图啊，尾盘这里一度跌破季线嘛，收盘又站回季线了，加权指数的 K 线了，收盘又站回季线，所以未来几天，未来给它3天的时间吧，未来3天的时间啊，除了季线必须守稳之外，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大数据，因为今天剩下30几分呢，老师不是没救了？你不是说50以下都卖啊吗？好，那看今天是因为恐慌乱杀，那未来2、3天，这个马上多头就要表态啦。所以如果未来2、3天反弹上来，空头档数又减少了，那可能大数据马上要回到50以上，那待机就没事。那如果不是呢？如果大盘反弹上去，大数据始终站不回50呢？那会不会跟去年一样？如果会这样子，我也会在我的节目还有我晚上的大事计划跟各位分享清楚。那我记得昨天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因为我们的不是有参赛股嘛，就是有一组会员专门买参赛比赛的股票嘛，啊，那我记得昨天不是我说会员说，老师，因为上个礼拜参赛涨最多的一档叫中鸿钢铁，那中鸿呢，昨天会员说，老师，你看这个礼拜没有拿它来比赛，你看啊，这个礼拜昨天中鸿又涨停嘛，今天早盘中鸿还大涨我不是说传产大涨不要追，你追下去变成这样子的啊，这里就超过10%了呢，所以急跌你可以买啦，急涨拜托不要追啦啊，那很简单嘛，那波段波段就续报啊，波段要不要出就不用出啊，波段就不用出啊，还在手上啊，所以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参赛的观念，就是我们
参赛者或者我们分析师希望这个投资组合在上个礼拜五到这个礼拜五的收盘能有不错的投资报酬率的表现。那中间，例如说中红今天有高点，因为比赛它是不能卖的哈，要以中红礼拜五的收盘为主了。这个是参赛最大的苦恼嘛，因为不能盘中不能做换股，也不能做获利出场的动作，所以就等到礼拜五吧。啊，等到礼拜五看看状况，看看结果。那当然目前还不错，是目前唯一报酬率是正的，而且是3.18%，报酬率正的还真的不容易哈。你看我们参赛股，会员买了这档，5月7号买的啊，金钻会员买的，这档叫东阳。你知道今天东阳涨到哪里去吗？我买了80块附近了，最高806，我买了78块，77块多，今天91了。这2天大盘涨还是跌啊？跌爆了吧？今天东阳看到没有？这是选股啦，这就是选股啦啊！你看这档股票也准备给各位低档倍利的股票，所以来母亲节的暖心暖荷包的计划哈，因为昨天还有在等，好就给各一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把暖心暖荷包专案带回去，因为好股票好买点出现了，等你进来。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